老婆林初月不知道我重生了，她和上一世一样，联合岳母将我的交大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想再次把我困在这里一辈子。可她做梦都想不到，我在参加高考前就已经被北京科学院保送。上一世是我脑子抽风，才会为了想和林初月去上海而放弃保送。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回学校拿回保送通知书。上辈子林初月去世那天，新闻报道的都是她这位美艳外交官和礼仪官林星野的爱情故事，而我这个正牌丈夫却只得到一纸离婚书和一封寥寥几语的诀别信。我林初月一生清正，唯一的污点就是嫁给了高考落榜的李展。原来夫妻半载，我只是他的污点。一度悲愤之下，我就伤发作，不治身亡。再睁眼，我重回到了自己风华正茂的20岁。1985年，向阳里大院，刚起床的我打开房门，就听到对面岳母林婉堂房里传来妻子林初月的声音：“妈，怎么样？阿展考上大学了吗？”随即又传来岳母林婉堂的声音：“李展的确考上了上海交大，不过你放心，妈已经把通知书藏起来了，你安心带着星野去上海赴任，告诉他高考落榜，只能待在老家伺候老娘我。你要还不放心，妈再找个他不在家的时间，偷偷拿去烧了。”一字一句毁三观的话重重落进我的耳朵里，我脸色发白，漆黑的眼里都是满不可置信，心口一阵阵发沉。原来我考上了上海交大。前世我参加高考后，迟迟不见邮递员送来我的录取书，便想去学校问问老师，可刚出院子就被林婉堂拦住。林婉堂告诉我：“阿展，你别去学校问了，妈帮你问过了，你落榜了。”为此我一度被打击自尊后伤心自卑，也在林初月赴上海赴任时没有资格让她带上我。往后的30年，我只能待在老家，起早贪黑的照顾岳父岳母，在工地搬砖，在稻田里耕地，黄土朝天，更是和林初月有名无声的异地了半载。却不想这一切根本就是林初月一家精心布置的骗局，目的就是要束缚住我的手脚，好让她和林星也在上海双宿双栖。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上辈子的忍让换来的是一场欺骗，我想这辈子就没什么好忍让的。等他们出门后，我就走进房间，从柜子抽屉中找到自己了的交大录取书，红色大气的信封上写着李展2个字，真真实实的字入眼。我顷刻间眼眸滚烫，心头一阵阵发梗。不过很快我就调整好自己，不在意这份录取了。没人知道我其实是双录取的，在参加高考前我就被北京科学院保送。上一世是我脑子抽风，才会为了想和林初月去上海而放弃。想通这一点后，我就把通知书放回原处，走出房间，却在门口碰到去而复返的女人。我脸色微变，率先出声：“你去我妈房间干什么？”我看着林初月眼中的慌乱，眼眸暗了一瞬，声音冷然道：“妈之前说房里桌子坏了，我进去看看，要是不能修了，就去家具城买一张新的。”林初月英眉一蹙：“这种小事叫做木匠来处理就行，你不要整天围着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听到这话，我无声地扯了扯嘴角，是小事，可这些我也从没让林初月操心过。很快，林初月再次出声：“我马上就去上海了，你既然没考上，就安心待在家照顾妈，我有空会给你写信。另外，就算在家，你也可以抽时间继续学习，继续高考。人生要有理想和抱负，这样才会有出息。”听着林初月这些交代和宽慰，我神色恍惚了下，看着她下意识地追问：“假如我这次真考上了交大，你真会带我一起去上海吗？”话落，林初月那双看向我的目光里明显的躲闪了一下，随即转瞬消失的回：“上海那地方，高知识分子只是门槛，大学生真的不算什么。”我听明白了，他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想过带我去。我垂下视线，喉间划过一抹苦涩，直接蔓延到心底。何苦多此一问呢？林初月嫌弃我没有上进心，没有出息，又不是1天2天了。这段婚姻她到死都没承认我这个丈夫。再次抬眼，我眼中悲痛消散，绕开林初月径直离开。不食欲的女人，我就不纠缠了。这一世，优秀的女人我会有，仕途、金钱也会有。身后，林初月见李展无视了她，当即想说教，可话到嘴边又住了口。算了，反正以后不用被他缠了，这次就绕过他的疏离。之后就回了房间，换上笔挺整洁的军服出门。在他走后10分钟，我也刮好胡子，露出自己俊俏白皙的脸庞，收拾清爽的出门。我必须要去一趟学校。前世我为林初月放弃了北京科学院的保送名额，这次要找老师说清楚，把保送名额拿回来，这样才能真正的安心。走进学校，经过大礼堂时，我看见里面坐满了学生，校长正在台上致辞：“同学们好，18而至，则有攸归；18而至，大任始成。今天我校将为优秀毕业生举办加冕仪式，让我们欢迎外交部最年轻、才貌双全的外交部长林初月林部长做我们的加冕嘉宾，大家掌声欢迎！”穿过掌声热烈的人群，我看到了一身白色西装的林初月笑盈盈地走上台。第一个上台的是林星野，林初月为让他戴上加冕帽，给他颁发荣誉证书。林星野半蹲下身，视线与林初月齐平，两人在空中目光交汇，双方相视一笑，他眼里的温柔仿佛能滴出水来。我眼眸刺痛，心在这一刻被无形的大掌揪痛。前世林初月对我永远只是淡淡的一瞥，更多的只是疾言厉色，看我的眼神也永远高高在上。去上海后，林星野成了礼仪官，林初月每天带着他出双入对，游走在外交礼仪社交的场合。我在电视上每次看到的报道都是美艳双全的外交官和风度翩翩的礼仪官，镜头所扫之处也全都是他们两人情意绵绵对视的画面。一直到林初月离世，他都给林星野留了一份万字深情遗书，而我李展这个名正言顺的丈夫，从没有得到该有的对待，不为人知。想到这，我心口传来一抽抽的闷疼，许久我才平复好情绪，转身离开教师办公室。张老师见到自己最出色的学生到来，眼角划过一抹喜悦：“阿展，你来了，是来参加加冕仪式的吧？老师昨晚给你家里打过电话通知了。”我顿住，难怪自己不知道今天学校有加冕仪式，昨晚我早早就休息了。林初月又在军区没有回来，想必这通
通电话又是被岳母故意瞒下的。我眼神一凝，咬着牙从喉咙里发出声音：“老师，我决定接受北京科学院的保送，名额还作数吗？”张老师抬了抬眼镜，眼中稍许怔愣：“你之前不是要去上海交大，而且我记得你考上了，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我喉咙划过一抹潮意，接着字字坚定道：“我想过了，科学院更符合我对未来的规划。”随即，张老师也赞同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保送书：“老师也怕你后悔，给你一直留着名额。”我接过红色保送书，心中腾起万千感激。张老师拍了拍我的肩：“加冕仪式还没结束，你是咱们学校唯一一个又被保送又考上大学的学生，老师带你去参加。”说着就拉着我要去大礼堂。我们路过嘉宾室，里面传出校长的说话声：“林部长，现在只剩李展同学没有加冕了，我看他的家长信息表上有你的名字，你能联系到他吗？”我心口一跳，下意识停住了脚步。还在胡思乱想时，林初月清冷的声音响起：“抱歉校长，李展只是之前在我家做事的一个帮佣而已，我和他并不熟。信息表上我的确在紧急联系人那栏填着林初月的名字，但并没有填我们的关系，所以学校人没人知道我们是夫妻。不过也好在没人知道，也就没人察觉到我此刻犹如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透心凉。”一旁的张老师也听到了这话，宽慰我：“阿展，生来的条件我们没法选择，但人不能妄自菲薄。况且你是我校唯一被科学院和上海交大双录取的学生，更要自信。进去吧，参加属于你的加冕仪式，老师就送你到这了。”张老师把我往右边的大礼堂推了一把后就离开了，可我并没有前进的动作。我不知道林初月会不会愿意给我加冕，我一颗心还在不安的跳动。我不想等会站在台上被笑话，可看着我的同学因为加冕脸上喜悦的笑容，我放下了不安，这本就是我应得的荣誉。我整理好着装，抬步迈向大礼堂。李展，你怎么在这？你跟踪我？可身后毅然响起林初月冷漠的声音：“今天学校的加冕仪式是给优秀毕业生，你这种高考落榜的人怎么会被邀请参加？”我疼痛的心又更伤了一分，双眼直视着林初月。我高考落榜的谎言拜谁所赐？我强按下心中疼痛，低哑开口：“我就不能是来看老师，报答他对我的教导之恩吗？”这话一出，我们之间陷入寂静。林初月眼角带着一丝心虚，正要开口，礼堂门开，一身黑色中山装的林星也从里面走向他。初月姐，我结束了，你不是说在火锅店定了位置，要庆祝我考上大学吗？快到时间了，我们快走吧。正要去拉林初月，却像是才看到我，诧异开口：“展哥，你也在啊？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吃？”不等我回答，林初月就截住我的话：“他吃不惯。”我嘴角牵起一丝自嘲，良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我吃不惯，你们去吧。”说完也不再自讨没趣，越过他们走向大礼堂。林初月看着李展，又留给他一个潇洒背影，眉心露出一抹疑惑：他这次不缠着他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会觉得感觉怪怪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流逝。直到林星也再次催促他，才回神离开。我刚走到礼堂内，就响起主持人的声音：“让我们有请最后一名学生，也是全校唯一被双录取的李展同学上台进行加冕。”站在台中央，我微微低头，校长亲自为我戴上加冕帽，并授予我荣誉证书。我双手捧着证书，站在话筒前慷慨致辞，感谢母校对我的教导和栽培，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学校对我的期望。去了大学后，我必会艰苦奋斗，珍惜时光，不负韶华。话落，台下掌声雷鸣，一双双看着我的眼睛里露出敬佩之意。这一刻，我露出真心的笑，这是只属于我的掌声。结束后，我回到家属院，刚把保送书和荣誉证书放好，门口就传来岳母林婉堂的使唤声：“阿展，还睡懒觉啊？菜园子都长虫了，还不赶紧起床去施肥？”我打开门，看着坐在门口悠哉悠哉嗑着瓜子的岳母，脑海里蓦然想起林初月那句把我只当帮佣的话，心里涌起一股不忿。妈，家里也不止我一个人吃菜，施肥的事你也可以做。林婉堂一愣，没想到平常好拿捏的人竟然会反驳，他顿时有些生气，正要加重语气，却见我已经进了房间，关上房门，门外传来林婉堂喋喋不休的追骂声。我索性将头蒙进被子，睡了个这些年来第一个回笼觉。中午，我感觉到饿意才起床，不经意一瞥，看到了床头柜上放着的外交书籍，眼神恍惚了下。上辈子为了追赶林初月的脚步，我努力去融入她的世界，刻苦学习各种有关外交方面的知识，却还是被她嫌弃。如今我不想再自讨苦吃了，我收回视线起床。这时门口再次传来林初月的敲门声：“李展，是我。”开门。我打开门的同时，也扔掉了一旁的外交书。门一开，林初月没问来由，就是一顿责骂：“你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听妈说你顶撞她了，快去给妈道歉。”我在心里笑了笑，也对，要不是有事，林初月不会主动来房间找我。毕竟结婚以来，林初月都说她要一心搞事业，没想好当父母，所以我们就一直分房睡。我沉默着，没再言语。又是一次沉默，扰得林初月疑惑。想了顺，想到或许是在跟她因为今天的事闹别扭，她将手里的塑料袋递给我：“我白天没带你去吃饭，是因为怕你尴尬，你别多想，这是我在路上给你买的。”我一愣，看着面前袋子里面的一对袖扣，心里五味杂陈。前世我中意这对袖扣很久，在生日时想让林初月买给我，林初月觉得这东西华而不实，没答应。可不久却见她将一模一样的袖扣买来送给了林星野。我笑笑，将袋子扔进垃圾桶。人都不称心了，送的礼物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也没有去给林婉堂道歉，不是我的错，道什么歉？难道还嫌自己上辈子过得不憋屈吗？吃完午饭后，我就出门了。在去北京报到前，我决定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北京去，以后也不会再回这里了。到了派出所，我递上自己的身份证件，办理迁户手续，弄了半小时才从里面出来。之后也没有着急回家，那个家我上辈子待得太久了，像是一座牢笼。现在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来到剧院，我看到门口立着《云之恋》音乐剧的售票牌子，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剧，一票难求。上辈子
我好不容易弄到2张票，想邀请林初月一起来看，却被无情拒绝。没想重生回来，凑巧让我碰上这个音乐剧演出的机会，机不可失，我当下就买票进去，找到位置正坐下，等待开场。突然，右前方传来熟悉的声音：“初月姐，我们的位置在这，坐吧。”我下意识循声望去，和他们对上了视线。剧院好似在这一刻沉寂，静默无声。很快，林星野清脆的声音率先发出：“阿展，你自己一个人来看音乐剧吗？早知道就让初月姐多买1张票，叫你一起来看了。”我没有回答，心口却泛起密密麻麻的疼。原来林初月用不喜欢的理由拒绝我的邀请，不是不喜欢音乐剧，只是单纯不喜欢和我一起看。沉默中，林初月红唇张了张，抿了抿唇，打磨了好几次，正想跟我解释一下，这时咔的一声，顶上灯光瞬间熄灭，周围一片漆黑。我顿时脸色发白，下意识伸手抓住座椅出声：“林初月，星野，你还好吗？你有夜盲症，黑暗中不能视物，我带你出去，别怕。”声音被截断，借着群众的手电筒，我看着林初月脸色焦急地牵起吓坏的林星野离开，一刻都没回头。林初月记得林星野有夜盲症，却忘记我有黑暗恐惧症。小时候我被人贩子拐走后，就一直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后来哪怕获救了，也患上了黑暗恐惧症。结婚前，林初月曾对我保证：“阿展，以后有我，黑暗的地方我会抓紧你，带你走。”可现在林初月食言了，周围人都离开，我强忍着内心的恐慌，按捺住心头的恐慌，度过了人生漫长的1分1秒。等到剧院重新亮灯，我的后背都沁满了冷汗，脚步虚浮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属院。可一进家门就看到卧室里，林初月正在轻声安抚林星野。林初月竟把林星野带回了家，带到我的房间，紧绷的神经一瞬崩塌，目光微湿。很快，林初月也发现了我，眸光在触及到我惨白的脸色时，微微一愣，转瞬才想到什么，眼里有一抹内疚。阿展，抱歉，星野当时的情况很严重，我一时心急忘记你，我什么都没回，满心酸涩。林初月接着说，家属院离剧院近，我就把他带回来先休息下。你还好吗？我打断他，我能说不好吗？不好我自己也熬过来了，我都放手了，不想生气的，可他们欺人太甚了。我红着眼盯着林初月，一字一句控诉。林初月，这些年你有真正把我当过是你的丈夫吗？林初月怔住，话到嘴边，就听到身后林星野突然发出难受的声音：“初月姐，我头晕，心口也闷得难受。”哒哒，听见林星野正在捶胸口的声音，林初月立马转身去扶。星野，你很难受吗？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看着满心满眼都是林星野的女人，我疮痍的心又被狠狠捅伤。我转身毅然的离开，夜风拂过，背上的冷汗好像一点点的沁入心底。很久，我才用热水一点点暖和自己的心。等我冲凉出来，房间里的灯都熄灭了，想必林初月已经送林星野去医院了。我准备进去休息，可刚推开门，就被一双小手抱住腰身，扑面而来是女人柔软的躯体，从未有过的触感让我一僵，心都漏掉一拍。可不等我出声，前方就传来林初月的宠溺声：“星野，姐姐现在抱你了，以后不许故意不吃药折腾身体，好吗？”一句话将我打回现实，如坠冰窟。我推开林初月放在我腰上的手，打开灯，眼里划过一丝痛楚。林初月，你看清楚我是谁？林初月被灯光晃开眼，瞳孔一颤：“阿展，怎么是你？”我嘴里划过一抹自嘲。林初月解释：“星野是弟弟。”我对他拥抱只是鼓励的安抚，你别多想，不打草稿的谎话说到最后，只有说谎的人会信了。我垂眸，掩去眼里酸涩，再抬头，眼里已经波澜不惊。好，只是鼓励。林初月，我马上就会去北京。你和林星野是否真的只是姐弟情？是否真的清白？对我不再重要了。房内寂静了几秒，看着我淡漠的样子，林初月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慌，想说点什么。这时，林星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初月姐，我打扰到你和阿展了吗？对不起，我只是有些认床睡不着。”说着，脸上就带上委屈的样子。林初月内心一软，柔声道：“没事，我送你去客房休息。”两人的脚步声远去，看着空荡下来的房间，我无声做下决定，就从这一晚开始不再去等林初月了。第二天，我起床出来，就看到餐厅里两人有说有笑，正吃着早餐。林初月开口道：“阿展，我给你做了早饭，来吃吧。”我一怔，2辈子加起来的时光，林初月都从来没有亲自为我下厨过，现在怎么会？我走近，林星也就炫耀出声：“是我想尝尝西式早餐。”初月姐才下厨房，阿展你也尝尝，很好吃的。温热的心瞬间被浇灭，原来是为了林星野，我作为丈夫2辈子都没有的待遇，林星野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只看了一眼桌上的面包和牛奶，我就收回视线，你们吃吧，我吃不惯。说完，我就转身走进厨房，洗锅开始熬粥。30分钟后，等我端着粥从厨房出来，林初月和林星野已经离开了。我没有多在意，只是独自吃完早餐后就出门去了火车站。北京科技院开学的时间快到了，我要赶紧去抢票。中午从火车站回来，途经一处新建工地，我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是高中同学陆明。没想到他在工地做搬运工，我走上前问陆明：“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还做起了搬运工？”陆明擦了擦额上汗珠，露出清爽的笑：“赚学费啊，反正也没什么事，而且我这个是临时工，按小时收费的，想走可以随时走。”陆明的话提醒了我，这些年我有做活存钱，有些小存款，可到了北京肯定开销大，钱当然是多多益善。沉思几秒，我就打定主意和陆明一起干，能赚1块是1块。2个男子汉说干就干，特别有劲。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就夕阳西下。虽然很累，但我看向手里工作1天获得不少的工钱，心里很是满足。告别同学，我心满意足回家，正要进房间，沙发上的林初月就一脸深沉走了过来。阿展，星野说他的1块上海牌石英表丢了，你有看到吗？石英表价格不菲。我一脸茫然的摇头，没有，我没看见什么手表。可话音刚落，林星野就心急上前抓住我的胳膊。阿展，那块表对我很重
重要。阿姨昨天去走亲戚了，家里就我们3人。你说出来，我和初月姐都不会怪你的。我听明白了，眉头一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拿了你的表？林初月出声，星野也只是合理的怀疑。我气笑了，紧紧盯着林初月，满目失望。林初月，你是真无情。说完，我甩开林星野就要进屋，却在转身时，一大把钱从衣服口袋滑出，飘飘洒洒落在地上。一直在看戏的林婉堂立即上前叫嚷道：“李展，你果然偷了星野的手表卖了换钱！”空气都静默一瞬，等我反应过来想解释，不是，这钱是我。林初月冷如冰的声音打断我：“李展，我没想到你真的手脚不干净，赶紧去把手表赎回来，再向星野道歉，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我心口一坠，眼里闪过一丝苦笑。我没想到林初月不听我的解释，就这样轻易定下我的罪。就算是小偷也有解释的机会，更何况我不是。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没做过就是没做过，谁也不能污蔑我。我眼睛发红，一字一句辩解，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说没拿林星野的手表就没拿。这些年你在外地学习，家里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操持的，妈生病住院也是我里里外外看顾的，家里房子要装修也都是我一个人筹得钱。现在就因为一块手表不见了，你就冤枉我手脚不干净？林初月，你有良心吗？我没有做过事不会道歉的，这钱是我今天在建筑工地上做搬运工赚来的。听着我话中的委屈，林初月神情闪过一丝不自然，喉咙一噎，话还在嘴边，林星也就接过话。可我记得建筑工地搬运的工钱才几块钱一天，一句话让林初月心中刚腾起的那点愧疚消灭殆尽，一双美眸冰冷无情，公正无私道：“法不容情，这并不是你偷窃的理由。李展，你既然不知悔改，就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吧。”说完就拉着我往外走。重活一世，我以为林初月只是不爱我，现在才发觉她是从来都看不起我，甚至连我的人格都怀疑。这一刻，我知道我和林初月的婚姻彻底死了。最终，我被林初月带到警局。警局里，林初月看向执勤警察，铁面无私道：“我来报案，我弟弟在我家丢失了一块手表。虽然李展是我家属，但你们不必顾忌，该严惩就严惩。任何人只要违法犯罪，都该一视同仁。”说完，没再看我，就离开了。看着审讯室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我坚定地为自己辩解，我不会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我没有看到过那块手表，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最终，警察调查需要时间，我被留下等待。第二天清晨，李展同志，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那钱确实是你做搬运工获得的报酬，你已经没有嫌疑，可以走了。我满脸疲惫地走出警局，重见日头，心里才回暖了一丝。打车回到家属院，刚进院子就听到屋子里传来林星野惊喜的声音：“初月姐，这块暖玉真漂亮，我很喜欢。”接着林初月的声音也响起：“喜欢就好，李展私拿了你的手表，这块暖玉就当是他赔你的。”暖玉，我猛然搭不上前。屋里，林星野手里正把玩着的那块玉，是他爸妈临终前留给我的最后一物，是爸妈特意为我求来保平安的，对我意义非凡。林初月有什么权利送给林星野？我心里一痛，直接向林星野伸手：“这块玉我不同意给你，请你还给我。”我的突然出现让林初月和林星野都诧异了一下。林初月反应过来，皱眉拉住我：“你在闹什么？你拿了星野的手表，赔他一块玉不是理所应当吗？”我看向他，我都安然无恙从警局回来了，还不能证明我没拿他的表吗？林星野抿嘴，眼眸看向林初月，颇有可怜的味道。林初月脸上有些难堪，过了会才沉声开口：“这块玉星野喜欢就给他了，之后你想要，我再买给你买块一模一样的就是了。”看着林初月理直气壮维护的样子，我心口像是被堵住了的疼。这块玉，林初月知道是用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让我送给林星野。在他心里，我是真的一点地位都没有，我永远都比不上林星野。我强忍着心中的酸涩，艰涩开口：“这块玉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的。”说完，我伸手就去拿林星野手上的玉，可就要碰到时，林星野却手一松，啪的一声，那块寄托着爸妈对我祝福的暖玉摔得四分五裂。我心口一滞，颓废的蹲下，暖玉碎裂，残渣扎进了我的腿上，顿时鲜血直冒。可腿上的疼不及心上的疼，不知过了多久，一旁响起林星野的惊呼声：“血！李展，你腿上流血了！”林初月闻言，心中一惊，这才发现我的腿被玉器的残碎割伤，裤脚都染上了嫣红。他眉头深深一蹙：“你受伤了，我带你去医院。”说着就扶住了我，身后却啪嗒一下，我有晕血症。说完这句话，林星野就好似体力不支的摔在地上，几乎是瞬间，我就见林初月毫不犹豫松开了我的手，焦急的去扶林星野：“别怕，我带你去医院。”然后就扶着林星野头也不回的离开。瓷白的地板被一点点染红，可他全然忘记了受伤的我。我愣在原地，清楚的看到林星野回了一次头，一双桃花眼里闪过得意和挑衅。我知道林星野是故意摔坏我的暖玉，也是故意摔在地上的，可林初月却看不穿他拙劣的演技。我扯了扯嘴角，心口的酸涩连着腿上的伤口一点点蔓延开来。最后我消化下满心压抑情绪，小心翼翼将暖玉捡起，又简单的处理了下腿上的伤口，就出了门。我跑遍了全城的玉器店，从城南到城北，想修补碎玉，可老天有时就是这么不公平，坏人逍遥法外，受伤害的人无功无返。暮色降临，我只能失望的回到大院。房间里我不再留恋，开始收拾行李，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件放进行李箱。正拉上箱子时，林初月走了进来，见状皱眉开口：“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就因为那块暖玉，你难道还要闹离家出走不成？”我手上动作一顿，自嘲道：“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胡闹的人吗？我只是在清理一些不要的东西。”闻言，林初月眉头微微一松，可心里产生的莫名异样却并没有消失。但他没怎么在意，说起了自己的事情：“我是来告知你一声，外交部下了通知，我需要提前去上海任职，后天一早的飞机。”我一怔，后天也是我去北京科技院的日子，但我没告诉林初月，只是依旧沉默地将行李箱放在一边，然后又把碎玉用帕子包好，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盒子，放了进去。
林初月看他如此珍视的样子，向前看了看，灵光一闪，猛然想起这块暖玉是黎父黎母留给他的遗物。恍惚间，他想起在黎父黎母临终前许下的承诺：爸妈，你们放心，以后我的爸妈就是阿展的爸妈，我会一直对阿展不离不弃，我们也会相互扶持，过好自己的日子，白首不离。一时间，林初月被深深的愧疚淹没，心口猛地跳了好几下。他看着我，再次开口：我之前忘记了这玉是公婆留给你的遗物，抱歉，我明天没什么事，不如我们去玉器店看看能不能修补。我终于出声，只是嗓音沙哑：不用了，我去过了，无法复原了。屋内再次陷入沉默，半晌，林初月才出声打破这份异常的寂静：那好久没回老家了，我们明天一起回老家祭拜一下公婆，行吗？闻言，我看了林初月一眼，我马上就要去北京科技院报道了，也是打算要去给父母扫墓，向他们道别的。几秒的沉默后，我点头，好。第二天，我们开车回老家，一路见过很多风景，也拉回了我很多回忆。我爸妈都是有名的建筑师，县里很多建筑都是他们的杰作，而他们最满意的作品是家乡那座红石桥。应他们临终遗愿，我将他们安葬在红石桥旁边，让他们一直守护着那座桥。1小时后，我们到达石泉县，我打开车门下车，却看到家门口站着一道不速之客，竟然是林星野。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等我出声询问，林星野扬眉一笑：阿展，我是特意为昨天的事来跟你道歉的。初月姐告诉我你们今天回老家，我不请自来你不会介意吧？我还买了蛋糕来看望伯父伯母，想着他们应该会喜欢吃松软的甜点。见着林星野穿着靓丽外套、黑皮鞋，手里还提着精美蛋糕，是来参加喜宴吗？我眉头紧锁，心里涌出一股郁气，自然也没什么好脸色。我爸妈不需要，请你带着你的蛋糕离开，别打扰他们清静。林星野闻言，清俊的小脸倏然变得委屈，看向林初月：初月姐，我真的是诚心来看望伯父伯母的。林初月也明白林星野做的不同，但见他委屈又有些心软，出声安慰：没事，不知者无罪，不是你的错，不用自责。随即又看向我：阿展，星野大老远来也是好意，是我没告诉他你爸妈去世的事，要怪就怪我吧。林星野一惊，这才知道黎父黎母已经去世了，他抿了抿唇开口：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却直接打断：那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吗？这里不欢迎你。话一出，还不等林星野说什么，林初月又为他打抱不平了：阿展，星野又不是故意的，他是真心实意来跟你道歉，你何必这样不识好人心？说着拿过林星野手里的蛋糕递给我，这蛋糕不便宜，怎么说都是星野的一份心意，你就接着吧。看着眼前的蛋糕，我心口一滞，眼里闪过一丝灰暗，半晌才缓缓出声：你忘记了吗？我对奶油过敏。林初月愣住，好一会儿才嗫嚅开口：抱歉。我却是笑了笑，没关系，也不是什么大事。说完就转身径直往后山走去。林初月看着李展的背影，内心深处莫名涌出一丝丝慌乱，搅得心口闷闷的。他刚想追上去，林星野却拉住他的手：初月姐，今天是我冒失了，我现在就离开这里，你能送我去县城坐车吗？这里很难打车。林初月眉心微蹙，犹豫片刻，最终还是不放心，在林星野恳求的眼神下点头答应了。他冲着前头的李展扬声说：阿展，我送星野去县城坐车，马上就回来，你等我。我顿住脚步，点头了一声，却没有回头。后山红石桥旁，我看着墓碑上爸妈慈爱的面容，跪在地上深深鞠了3躬，沙哑开口：爸妈，儿子来看你们了，也是来跟你们道别的。我考上了北京科技院，明天就要去报道了，以后可能都不会回来了，但你们放心，我会继承你们的衣钵，成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会好好生活的。断断续续，我跟父母说了很多，直到日暮西山，我才离开后山。而说会马上回来的林初月却一直不见踪影，我彻底不在意了，自己一人打车回了向阳里大院。家里很安静，岳母出去和好姐妹耍了，林初月依旧还没回来。不用想，都知道是被林星野留下了。我进了自己房间，最后一次检查了行李，沉沉睡去。次日太阳初升，林初月出发去上海。院子里，林婉堂红着眼和他在一一告别。我站在一旁，心里没什么大多起伏。这时林初月却突然看向我，开口：阿展，我走了，家里的事情你要多上心，以后有空我会给你写信的。我沉默听着，面色依旧如水面般平静。见状，林初月心底没来由的涌出那抹慌乱的思绪，就感觉很陌生，也感觉眼前的人他好像抓不住了。双方沉默中，他想了想，又说：昨天临时有事没能赶回去和你一起祭拜公公婆婆，等我下次回来，我再好好跟他们道歉。这次我终究还是敷衍的点头，没有下次了。上辈子一走就没再回来，而这次我也将离开。又过了会，林婉堂还是舍不得女儿，想着送林初月到机场，我被留了下来。我没有反对，这样反而更好，这样我等下就能悄无声息的走。看着他们几人上车，车尾消失在路的尽头，我没有犹豫，回头进屋提上自己的行李箱，关上放门时，眼神瞥到床头柜上的相框，思绪恍惚了一下，那是我和爸妈以及林初月的合照，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我和爸妈眼里俱是幸福的笑意，可林初月眼里只是清冷的淡漠。原来一开始就不爱我。嘴角浮出一抹淡笑，徒手将1/4的林初月撕掉，留下只剩下和爸妈的全家福放进左胸口袋里，然后提上箱子，关上房门，头也不回离开。半小时后，火车站，我正要上火车，这时头顶传来轰隆隆飞机的轰鸣声。我抬头看去，一架飞机的残影在空中一闪而过，那应该是林初月乘坐的飞机。我昂首上车，火车也开始鸣笛，缓缓启动。飞机和火车一空中一地上，就像2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正如我和林初月这辈子不再相交，不会再相见。李展走后，林家没一人知道，也没一人关心。每天甚至吃饭的时候桌上少了一个人，林家父母都没有任何察觉，好像他在与不在都无关紧要。直到几天后，林婉堂去菜园里摘菜时不小心闪了腰，他才下意识的叫喊：阿展，李展，我闪到腰了，快点送我去医院。却听不到有人回应。最终是出差回来的林父送他去的医院。医院里，林婉堂靠在床上，不停对着林父数落李展的不是。你说李展到底干什么去了？这几天都不见他的踪影，等他回来有他好看的。林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是听着林婉堂的话不发表什么意见。林婉堂看他这个样子也有些糟心，白
手道：“算了，你回去看看李展回来了没有，让他赶紧来医院照顾我。”林父也不想坐在这里听林婉堂啰嗦，点点头就出去了。到门口，林婉堂叫住他：“要是没见到，你就给初月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林父回到家属院，还是没见李展的身影。他也听林婉堂的话，拨通了远在上海的林初月的电话。电话一接通，那头响起林初月的声音：“喂，初月，你妈让我跟你打电话，阿展已经消失好几天了，从你离开后他就不见了踪影。”林初月原本还惊讶闷葫芦的父亲会主动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话后，他心里一惊：阿展几天都不在家，怎么可能？是不是他出去工作了？林父也说不好，就沉默了下来。林初月知道他父亲的性格，就问这几天家里发生的事情。林父一一回答，他才知道母亲闪了腰去了医院，需要李展了，这才发现他不见了。林初月紧皱眉头，第一反应是李展太不像样子了，怎么能不说一声说不见就不见了，把年迈的父母丢在家里。他也想着李展到底去哪里了，想到之前他因为林星也没有和他一起祭拜公公婆婆，李展这是生气，离家出走了。林初月顿时有些生气，开口对父亲说：“他不会一直不回来，等着吧，这2天辛苦您照顾妈了，等李展回家后，让他立马给我打电话。”挂断电话后，林初月没有当回事，继续自己的工作。可一直到林婉堂伤都好了，却一直没有李展的消息。林初月有些心神不宁，他怎么都想不明白，李展怎么会突然消失呢？林星也看出林初月情绪不佳，开口问道：“初月姐，怎么了？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林初月素来对林星也没什么心防，直接回道：“李展已经好几天不见踪影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闻言，林星也眼神一闪，他是知道李展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被双录取的，只是林初月不知道而已。如今李展不见了，难道是去大学报到了吗？林星也想了想，开口：“初月姐，你不用担心，阿展没有出过远门，能去哪里？或者他是因为你把他一人扔在家，没带他来上海，心里给你赌气。”想来想去，林初月也只想到这个原因，顿时对李展很是失望。算了，不管他了，他总会出现的。之后的1周，林初月都专心忙着工作，时不时的和林星也一起去吃饭逛街，完全把李展抛诸脑后。这天，林初月和林星也趁着周末逛着集市，突然和一个年轻的男人不小心撞到了一起。那个男人立马道歉道：“不好意思，你没事吧？”林初月摇头，看到男人突然觉得有些眼熟，脑中亮光一闪：“你是阿展的同学？”年轻男人愣了一瞬，连忙点头，却不知道眼前的人是李展的妻子。只因为林初月很少和李展在公众场合待在一起，他高兴的点头：“是啊，你也认识他，他现在是了不起，当初高考时同时被2所大学录取，听说他好像进了北京科技院。”话音一落，林初月如遭雷击，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男人：“你说什么？”男人一脸莫名：“你不知道，当初学校还为他举办了加冕仪式，同学们都很敬佩他。”林初月顿时脑子一片空白，李展竟是被双录取，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了，却任由他欺骗他。林初月心口发沉，脑中莫名想起从他欺骗李展没有考上大学那天开始，李展就好像就开始对他冷淡了许多，自己却没意识到。如今想来，林初月只觉心里一阵阵发慌，他强压住心里的焦躁，又问男人：“你确定阿展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去了北京吗？”男人不明所以，他是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既然考上了，那肯定会去上啊。不过之前他明明说要来上海的，也不知道后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这话更是如一根针般的扎进林初月的心里。他知道当初李展绝对考大学的时候就说过他要去上海交大，这样可以和他一直在一起。可林初月却不想带他，认为他待在家里做自己的后盾更好，所以得知他如愿的考上交大，却是藏起他的录取通知书，不让他离开家里。却不想原来他没有了交大，也有北京的大学录取了他。一旁的林星也看到林初月知道真相，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有些嫉妒，连忙开口：“初月姐，你没事吧？这不是你的错，是阿展他自己没有告诉你。”林初月看着林星也突然问他：“你也和阿展是同学？那你知道他被双录取了吗？”林星也一愣，立马摇头：“我不知道，要是知道我早就告诉你了。”林初月不疑有他，却错过了林星也眼里一闪而过的心虚。回到住的地方，林初月立马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母亲林婉堂接的电话：“妈，阿展回家了吗？”电话那头立马传来林婉堂的声音：“没有，也不知他死哪去了。而且今天我去房间打扫卫生，发现他屋里的东西竟然都不见了。李展到底在搞什么鬼？”闻言，林初月脸色有些发白，这一刻他才隐隐感觉到李展是真的想离开他。一瞬间，林初月只觉心里好像破了一个大洞，怎么都填补不上。林初月心里很是不安，他知道自己将李展的录取通知书藏起来，这事是他做的不对，但这也不至于让他一声不响的就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他想着要找到李展，和他好好道歉。既然他已经去北京上大学了，就好好学习，等毕业后再回来。林初月想清楚后，心也渐渐放松了下来。电话那头的林婉堂一直没听到女儿的声音，疑惑开口：“初月，你听到我说的话吗？怎么不出声？”林初月回神：“没事，妈，阿展那边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那你感觉让他回来，家里有一堆的事都等他做呢。”林婉堂吩咐道。林初月却是摇头道：“妈，近段时间阿展是不会回去的，您也不要多问，我会处理好，等我有空会和他一起回去看您和爸的。”说完，也不给林婉堂再问的机会，率先挂了电话。之后，林初月就托关系各种去北京打听，也去北京科学院打听，看李展到底在哪里。1周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得到了北京科技院建筑系的电话。林初月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这个电话，等对面接通后，他礼貌地开口：“你好，我找你们建筑系的李展同学，麻烦叫他来听下电话。”那头立马回：“好，您稍等一下。”其实没等多久，但林初月却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他想着等李展接通电话后，自己要怎么跟他解释还有道歉。李展他会原谅他吗？林初月心里隐隐有些担心，但转念一想，他应该会原谅他的，毕竟2人以前的感情那么好。要是他生气，早在知道的那一刻就发脾气了。在林初月正恍神的时候，李展的声音从听筒中传入他的耳里：“喂，你好。”林初月瞬间回神，开口：“阿展，是我。”那头听到他的声音，一时安静了下来。这安静让林初月心跳有些加速。李展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听着那头传来李展冷淡的声音，林初月原本想解释的心思突然有些恼，因为李展从来没有用这样冷淡的声音跟他说过话，他就好像一个常年被捧上天的人突然捧他的人收回了
手，一下子无所适从。林初月皱了皱眉，却是质问出声：“你怎么突然什么招呼都不打就去了北京？”话音刚落，那头的李展就发出一声嗤笑，告诉你们，我同时考上了北京科学院，是等着你们再次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藏起来吗？李展嘲讽的声音直直刺入林初月的耳里，心口也被重重一刺，他喉咙噎住，好半晌才开口：“抱歉，阿展，我不是这个意思。关于交大录取通知书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林初月刚想跟李展解释，却被那头打断：“没必要了，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起我，觉得我配不上你，现在这样挺好的，我们就互不干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林初月心里一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还没说完，就被李展打断：“我还有事，就不跟你说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说完这话后，也不等林初月回应，就挂断了电话。我面色平静地勾了勾唇角，心里已经没有了一丝波澜。我已经来北京有半个月了，已经开始了大学的生活，过往的一切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林家来到北京。我想到林初月会找到他，也想过他会向我发难，但没想到他竟然要跟我解释他藏起上海交大通知书的事情。可我却已经不在乎了，甚至觉得来北京比去上海更好，更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像我父母一样成为出色的建筑师。如今我也和林初月说清楚了，以后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当中，也不辜负重生一次好不容易得到的上大学的机会。之后我每天都积极去上课，课后也是在图书馆看有关建筑学的书籍，因为是保送来北京科学院的，老师都很喜欢我，同学也很敬佩我，再加上我长相清俊，一时很受学校女生的喜欢。这天我从图书馆出来，还遇到有女同学很直接地向我表白：“李展同学，我很中意你，我们试着相处，可以吗？”我一时愣住，看着眼前有些羞涩的女同学，微微勾起唇角：“抱歉，我现在只要好好学习，不考虑这事，就不耽误你了。”说完就绕过同学走了。经过和林初月覆水难收的婚姻，我真的没心思再去找对象，而且现在我还在上学，更加不会考虑这些事了。我一直以为我之前那样对林初月说了决绝的话，以她的脾气以后都不会再和我有所来往，这也正如我所愿。却不想过了2天，传达室的老师跟我说：“阿展同学，电话找你，是之前找你的那个女同志。”我眉头一皱，林初月竟然又打电话过来了，她到底想干什么？自己已经远离了她，不是正好她的意愿吗？以后她和林星野双宿双飞都没有能管她了。我刚想去传达室，刚走出教室，就碰到自己的导师陈教授：“阿展，你在这里正好，我这边有个建筑草图需要你来画，你跟我去办公室一趟，我跟你讲讲相关细节。”我立马点头：“好的，老师。”而对于林初月的那个电话，我就拜托传达室的老师说：“我现在有急事，不能去接电话，麻烦老师跟我说一声，如果没重要的事情，就不要打电话了。”之后我全身心的投入到画草图当中，期间林初月又给我打了电话，但我都没有去接。我不明白林初月想怎么样，但我忙于学业和画图，也就不在意了。这天我终于画完建筑设计图纸，回到宿舍时，同宿舍的室友把一封信递给我：“阿展，我在学校的信箱里看到有你的信，就给你拿回来了。”我接过笑着说：“谢谢。”之后我打开，竟然是林初月给我写的。我一目十行的看完，没想到林初月在信里会求我原谅，说当初藏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只是一时糊涂。看到这些，我只是笑笑。林初月根本没明白我们走到今天那步真正原因是什么。不过我此时倒想起来，如今我和林初月还算是夫妻。想了想，我拿着纸提笔写着回信。2天后，林初月满心期待地拆着李展的回信，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林初月脸色瞬间苍白，拿着信封的手也微微有些颤抖。离婚协议书，李展竟然想跟她离婚，怎么可能？林初月有些不敢置信，她知道自己之前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情，可在她的意识里，和李展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虽然从她留学归来去了外交部后，感觉到李展有些拖她后腿，但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离婚。如今就为了他不准她去上海，就跟他闹离婚。林初月心里一时有些茫然，也有些生气。这时信封里又掉出了另外一张纸，林初月捡起来打开，是李展给她的回信。离婚协议书上我已经签了字，你也签上吧，之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知道自从你成了外交部长，认识林星野开始，你就处处看不起我，想必对于我俩离婚，你应该是不反对的。最后我祝福你和林星野恩爱一生。白手到头，一字一句的看完，林初月的心直接沉下万丈深渊。林星野，李展为什么提到他？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还祝福他们。这时林初月听到办公室门口传来林星野和其他同事说话的声音：“星野，你和林部长的感情可真好，大家都在猜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呢。”听了这话，林初月心里掀起惊涛骇浪，这才意识到他好像和林星野走得太近，让周围的人都误认他们俩才是一对。所以李展也是这样想的，是吗？可他真的没有背的想法，更加没有动过想要和李展离婚的念头。此刻一想到李展会真的离开他，林初月心里就如同被针扎般疼痛。他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失去李展，所以他不能和李展离婚，也不会签这份离婚协议书，更是决定去北京一趟。他要去跟李展表明自己的心意，告诉他他心里一直是有他的，想和他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就在林初月恍神间，林星野已经进了办公室。初月姐，到下班时间了，我们一起吃饭吧。说完就发现林初月的脸色不太好，手里要紧紧攥着一张纸。林星野走近询问：“初月姐，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后面的话却夹止在喉咙里。他看到了桌子上的那份已经签上李展3个大字的离婚协议，林星野心口一跳，眼里闪过一丝兴奋。李展和林初月离婚了，他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之后就没人能阻碍他和林初月了。可触上林初月有些正松的神情，林星野也敢表现得太过高兴。他抿了抿唇，开口：“初月姐，你是因为和阿展离婚的事情不高兴吗？”林星野的话让林初月回神，他看向眼前和李展同龄的男人，想到刚才听到的话，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错了，他不该和林星野走得太近的，所以才会让李展误会。所以面对林星野的问询，他将信封收起来。阿展对我有些误会，跟他解释清楚就好，至于离婚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林星野顿时脸色有些阴沉，他怎么都没想到林初月竟然会不肯和李展离婚，但他又直白地问出声，只能旁敲侧击地询问：“初月姐，我知道你和阿展的感情很好，但他如今瞒着你一声不响地去了北京，还寄了一份离婚协议，你们……”林星野
及时停住话语，没有再往下说。林初月却是摆手，没事，以往阿展对我和你走得太近，有些误会，我跟他解释清楚就好了。林星也更是一惊，这中间还有他的事。不过之前没来上海之前，他也是若有若无的在李展的面前表现对林初月的亲近，看到李展眼里的落寞和难受，他就心里舒畅。如今终于盼到李展提离婚，他更要抓住时机才行。但他嘴里却还是说着安慰林初月的话：“初月姐，这不是你的错，你也不用太自责。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去吃饭。”林初月也觉得不急在一时，就跟着林星也出了办公室。另外一边，北京科学院，我把离婚协议书和诀别信寄出去后，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以后我和林初月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每天都在吸取建筑专业的知识，也没空再去想林初月了。我每天除了上课去图书馆，还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陈教授那里画建筑图纸。陈教授是个很看重动手能力的人，对于建筑师这块，懂得理论知识多远不如会动手，然后将一幅幅完整的图纸建造成一栋栋真实的建筑。我很庆幸自己能成为陈教授手里的学生，可以跟我学习很多东西。这天，我正全神贯注地趴在桌子上画图纸，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突然门口响起一道敲门声和一个女生的声音：“请问陈老师在吗？”我抬头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一头秀发披在身后的清秀女生。我愣了一瞬，连忙回答：“陈老师有些出去了，请问你是？”我没在学校里见过这个女生，或许是陈老师的什么亲戚也说不定。女生冲我微微一笑，走进办公室：“你好，我叫苏恒，你是李展。”我立马愣住：“你认识我？”苏恒解释道：“陈老师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的名字，说你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我被夸得有些脸红，连忙摆手：“没有没有。”苏恒看我害羞的样子，扑哧一笑，没想到被陈老师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李展学弟竟然是这样腼腆的性子。学弟，我有些茫然地看着苏恒，你也是陈老师的学生？苏恒点头，没错，不过我现在已经毕业，在北京建筑院工作。我顿时眼睛一亮，学姐在北京建筑院工作吗？那你真的很厉害。我报考建筑系的时候就定下了目标，希望毕业后可以去北京建筑院工作，却不想在今天就看到了在里面工作的学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苏恒见我发亮的眼睛，笑着道：“你也想进建筑院？”“这是我的目标。”我肯定的点头。“有志气。”苏恒拍了拍我的肩膀，明明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密感。苏恒垂眸看到我正在画的建筑草图，眼里满是欣赏，画得不错。我趁机向苏恒请教：“苏学姐，正好你指点我一下，这里我有些不太理解。”边说着边指着桌子上的设计图纸，说出自己的疑惑。苏恒对我这个学弟很有好感，也没有藏拙的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就建筑设计图开始讨论起来。我听着苏恒的话，不停的点头，然后拿笔在上面改改画画，直到设计图纸最后完成。我看着手中完整的图纸，眼里满是兴奋。画完了，学姐，今天真的谢谢你了。苏恒站起身，伸伸懒腰，不以为然道：“不客气，要是真想报答，现在已经到吃饭的点了，要不请我吃一顿？”我没有任何犹豫的点头，当然可以，学姐想吃什么，我都请你吃。话音刚落，门口传来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你要请谁吃饭？”我和苏恒同时看向门口，异口同声开口：“陈老师，陈老师。”陈教授这才看到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眼里划过一丝喜悦：“阿恒，你怎么今天来学校了？建筑院不是很忙吗？”苏恒笑着开口：“我刚才外地出差回来，好久都没来看望您了，趁着有空就过来了。”陈教授点头，看了看站在一起的两人，想必你们已经认识了，就不用我介绍了。不用介绍了，我和阿展学弟很熟了，是吧？最后一句是看向我说的，我笑了笑，确实说道：“老师，您吃饭了吗？要不我们一起去吃点吧。”阿恒学姐在设计图纸上面帮了我很大的忙，也感谢老师对我的教导之恩。今天我请你们吃饭。陈教授也不推辞：“好啊，一起吧。”两人有说有笑的说着话，一起走出办公室。我选了一家离学校不远的餐厅，我跟陈教授一起吃过饭，知道他的口味比较清淡，所以我点了2道没什么辣椒的菜。接着我问旁边的苏恒：“学姐，你有什么忌口吗？或许喜欢吃什么，我帮你点。”苏恒看了我一眼，开口：“辣的。”我可是无辣不欢。我一愣，竟然和我的口味一样，我也是辣，只不过以前我都迁就林初月的口味，和他吃饭的时候，桌上基本没有辣椒。到了北京后，我才慢慢变换着自己的口味，也不想再为谁改变口味了。苏恒见我点着菜，突然有些愣神，疑惑打断：“你在发什么呆呢？”我回神，摇头笑道：“没事，只是没想到学姐的口味倒是和我一样的。”一旁的陈教授也笑着开口：“阿恒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这吃辣的口味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一般北京人可没他这么爱吃辣椒的。”我也有些惊奇，原来学姐是本地人。苏恒点头：“学弟应该还没好好看过北京，等哪天你没课的时候，我带你去北京城到处逛逛，北京很多建筑都很有特色，你应该多去看看的。”我笑着回道：“好，那就谢谢学姐了。”我们边吃着饭边说着有关建筑方面的事情，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容。吃完回去的时候，苏恒主动跟我说：“我这2天有些工作要处理，3天后是周末，你学校应该没课，到时我带你去逛逛。”我点头。可3天后，苏恒却没有出现。我问了陈教授，陈教授告诉我，好像是苏恒的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一时走不开。闻言，我忧心忡忡，有些担忧苏恒。正当我坐在宿舍里晃神，突然听到对面床铺发出忍痛的呻吟声，我连忙起身去看，就见原本躺在床上休息的舍友王波，此时紧紧地握住腹部，脸色有些苍白，额头都是汗珠。我吃了一惊，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室友声音虚弱地开口：“肚子疼。”我见他实在痛得难受，宿舍其他人也都不在，我连忙搀扶起他：“走，我带你去医院。”说着就把王波从床上扶起，往宿舍门口走去。到了医院，挂了急诊，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将阑尾切除，需要家属签字。看向疼得快晕厥的王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王波强撑着沉重的眼皮开口：“医生，我家属不在这边，我能自己签吗？”医生点头：“当然可以。”说着就迅速地将手里的手术单和笔递到王波的手里。签完字后，王波就被推入了手术室。我坐在走廊上等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我起身活动手脚，视线不经意的一扫，突然看到不远处走廊上走过一道熟悉的身影。我愣了愣，然后想都没想就开口叫唤：“苏学姐！”苏恒循着声音望过来，见是我，
他也愣了一瞬，问道：“你怎么在这里？”回道：“我舍友生病了，我送他来医院。”苏恒看了眼亮红灯的手术室，皱眉问道：“你同学情况很严重，都进了手术室了？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要动手术。”看到我脸上担忧的表情，苏恒安慰他说：“切除阑尾只是个小手术，你同学会没事的。”我点了点头，心里的担忧确实消散了不少。我看到苏恒手上的病历单，又问：“那苏学姐呢？为什么也在医院里？”苏恒开口道：“是我妈，不过都是老毛病了，不碍事。”正说着，手术室的灯熄灭了，门从里面被打开。苏恒立即道：“你先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拐弯走到另外一条走廊上。我看着他的背影，也没说什么，只是走向手术室出来的医生，问道：“医生，我同学怎么样？没事吧？”医生笑着点头：“没事，还要在医院住几天，就能出院了。”我松了一口气，谢谢医生。之后我就陪着王波去了病房，不一会儿他就醒了。我跟他说：“你要住院几天？我先回去帮你收拾一些衣物，然后再去学校帮你请几天假，再过来照看你。”王波点头：“阿展，谢谢你，麻烦你了。”我不在意的摆手：“没事，大家都是同学，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助的。”之后几天，我都在医院照顾王波。中午我去开水房打水时，又遇到苏恒，只是他没有几天前看的那么精神，满脸疲惫，神情有些哀伤。我上前走近他：“学姐，你没事吧？”苏恒侧头对上我担忧的眼睛，扯了扯嘴角：“我没事，你舍友还没康复，已经好了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院了。”我回道。苏恒点头低喃：“真好。”钥匙看着苏恒有些萎靡不振的神情，我有些担忧。我张张嘴想问什么，但还是没有问出口，毕竟是他的家事，自己是不好询问的。这时苏恒主动开口：“我妈妈是胃癌晚期，医生说就这2天了。”我心里一惊，看着苏恒难过的面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宽慰他，只是说：“学姐不用太难过，我想伯母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的。”苏恒苦笑道：“我知道，在得知我妈确诊这个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结果，可我心里就是很难受很难受。我很能体会苏恒现在的感受，当初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痛不欲生，怎么都不肯接受现实，却什么都做不了。我也知道此时的苏恒不需要旁边有人跟他说什么安慰的话，只需要有人安静的陪着他就行。我也就不说话，安静的站在一旁。这时从不远处的病房里跑出一个护士，对着苏恒大喊：“林同志，快来，病人不好了！”下一秒我就见旁边的苏恒满脸惨白的直奔向病房，我也紧随其后。到了病房门口，就听到病床旁边的仪器发现刺耳的，伴随的是苏恒悲痛的哭喊声：“妈！”我一下僵硬在原地，眼睛有些酸涩。我默默地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看着苏恒的亲属都依进了病房，看到苏恒逐渐冷静了下来，我才离开。回到病房，王波见我恍惚的样子，疑惑地问：“阿展，你脸色怎么难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摇头：“没有，我没事。”第二天，我和王波离开医院时，路过昨天苏母住的那间病房，如今已经空了，应该是已经运回家了。我心里有些不好受，虽然和苏恒才刚相识，但看得出来她是个爽朗的女生。昨天她却那样悲伤的痛苦，让人很是心酸。之后我依旧按部就班的上着课，每天也都去陈教授办公室画图。陈教授也知道苏母的事情，叹息道：“阿恒这孩子不容易，从小父亲去世，由他妈妈养大的，好不容易他出息了，可以让他妈妈安享晚年，却得了胃癌。”世事无常，我没想到苏恒的身世也是这样的凄惨，顿时心里沉甸甸的。接下来几天，我心里都隐隐牵挂着苏恒，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我和他也只是点头之交，也不好打听他的情况，或是说去看看他。我就一直在学校里上课看书。半个月后，我从图书馆出来，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李学弟。”我猛地抬头看去，正是苏恒。只见他一身素色衣服，脸上有些憔悴，但神态却没之前看的那么颓丧。我快步走过去：“苏学姐，节哀。”话里带着若有若无的担忧。苏恒洒脱一下：“我没事，或许这样对我妈妈是个解脱，毕竟那样的病痛太难熬了。”我闻言松了一口气，只要他想通就好。对了，我今天来是为了兑现之前答应了你的承诺，带你去北京逛逛。怎么样，下午有空吗？我想了想，下午确实没有课，让苏恒出去放松放松也好。于是我点头：“好，那就谢谢学姐了。”之后我们一起吃了中饭，就搭车去了北京市中心。我在苏恒的带领下去看了故宫，爬了长城，逛了颐和园、天坛等地方，也去一些深藏在市井中的有特色的建筑，见识了很多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我很开心，觉得这一下午受益匪浅。我们一起游玩，到夜幕降临才回到学校门口。我笑着对苏恒说：“学姐，今天真的谢谢你，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苏恒摆摆手：“没事，其实我也需要发泄心中的情绪才来找你的，应该是我谢谢你今天能陪我。”我摇摇头，和苏恒相视一笑：“好了，不早了，你回去吧。”苏恒笑着朝我挥挥手，开口说道。我点头，刚要说什么，突然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响在耳边：“阿展。”我立马一僵，看着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林初月一步步的走向我，直到站在眼前，我抿了抿唇，神情立马冷淡了下来：“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初月见李展冷漠的表情，想到刚才他冲别的女人笑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阿展，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一旁的苏恒有些不明所以，但也不好去探究别人的私事，于是他对我说：“阿展，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我点点头：“好。”见那个女人都走远了，男人还一直没有收回目光，林初月心里很是烦躁，他开口：“阿展，我之前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为什么都不回？”我重新将目光投在林初月身上，语气冷淡：“我觉得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你直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就行。”林初月却是摇头：“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我知道你是应该误会我和林星野才会这样。”可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你们的事我不想听，也已经不在意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说完，我转身就想往学校里面走，却被林初月拉住：“阿展，我跟林星野真的没什么，我已经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如今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我听了林初月这话，却只觉好笑，我语带一丝嘲讽：“没什么，往日你处处护着他，处处以他为先，明明我才是你的丈夫，在你心里却什么不如他。现在我已经放弃了对你的感情，所以你和他怎么样我都不在乎了。”
看着我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往日对他的爱慕，林初月心口如破了一个大洞。他上前拉着我的手，神情哀婉的开口：“阿展，我知道之前是我糊涂忽略了你，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离婚的。我和林星也只是同事而已。”我抽出自己的手，同事这话说出来，你自己相信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想知道了，只想你能放过我，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说完，我不再理会林初月，转身进了学校，头也不回。林初月眼睁睁地看着李展的背影，心口一阵阵的抽疼，脑中想起了林星野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你以为现在和我划清界限，李展就会原谅你吗？不会的，他已经对你死了心，不会再回头了。”林初月闭了闭眼睛，之前收到李展寄给他的离婚协议后，林星野就在他旁边有意无意地说着他和李展不合适，李展配不上他。明明之前他也是这样感觉的，但真的要和李展离婚，他发现自己很舍不得，所以他跟林星野明确地说：“我是不会和阿展离婚的。”之后，林星野也装得很理解包容的样子，但在几天后同事聚餐过程中，他竟然想着要灌醉他，给他下药，然后好和他一夜荒唐，这样他就不得不离婚了。幸好林初月有些察觉，发现林星野有这个龌龊的想法时，他万分震惊：“星野，你为什么会这样？”林星野也不藏着了，直接向他表明心意：“初月姐，我喜欢你，你也是喜欢我的不是吗？不然也不会处处关心我爱护我，在和李展之间选择时，永远都只看到我。”话落，林初月的心如被针扎，她摇摇头否认：“不是的，我知道阿展是我的丈夫，我心里也只有阿展一个人。”这话一出，林星也愣了，他眼里满是不可思议：“初月姐，你说什么？为什么你不肯承认你心里有我呢？”林初月后退一步：“不是的，你误会了，我只喜欢李展。”到那一刻，林初月才意识到之前自己的行为有多可恶，重重的伤害了李展，难怪他会那么决绝的离开他，要和他离婚。最后林星也就跟他说了李展不会原谅他的这话，林初月心里很是恐慌。最后他断绝和林星野的关系，并将他调离自己的身边。之后请了2天假，马不停蹄的赶到北京，却看到李展和别的女人有说有笑，对自己却一脸漠然。不管自己怎么解释和挽留，李展看着他的眼神都没有了往日的爱慕和缱绻。林初月的心一下好似跌入万丈深渊，摔得血肉模糊。林初月在原地站了半晌，才转身离开。虽然李展拒绝了他，但他不甘心不想就这么放手，他们毕竟做了好几年的夫妻，又有很深的感情羁绊，只要他诚心悔过，以后好好的对待李展，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第2天，我和王波约着一起去学校外面吃饭，刚踏出校门，我就又听到了林初月的声音：“阿展，是去吃饭吗？能不能算上我一个？”我没想到林初月还不死心的来找我，正准备开口时，一旁的王波突然八卦出声：“阿展，这位女同志是谁？你对象吗？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我皱眉紧皱的开口：“没有，她不是我。”还没说完，就被林初月打断：“你好，我叫林初月，是阿展的妻子。”说着向王波伸出手，王波大吃一惊，也连忙伸手和他相握了一下：“你好，我叫王波，是阿展的同学兼舍友。”说完又看向我，一脸的羡慕：“阿展，你竟然结婚了，瞒得真够紧的。不过你和嫂子真的是男才女貌，我却不想同学误会，也没打算瞒着。”我直接开口道：“你误会了，我和她要离婚了，所以她不是我的妻子。”话一落，王波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冷寂了下来，眼里有些困惑和迷茫。林初月原本高兴的笑容也直直的僵在脸上，王波立马感觉到自己不应该再待在这个场合，于是硬着头皮开口：“那个阿展，要不你们聊，我先走了。”等王波走了后，林初月才苦笑出声：“阿展，你当真这么绝情吗？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我眉目平静看着林初月：“回上海吧，你的工作应该挺忙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们好聚好散吧。”说着就越过林初月往前走去。林初月想伸手挽留我，口袋里的大哥大突然响起，他只是先接通电话，是上司的电话，让他赶紧回上海，有紧急工作要处理。挂断电话后，林初月看着李展远去的背影，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沉甸甸的。此时他也只能回上海处理工作，但不代表他就要放弃李展，等他下次有空会再来北京和李展好好谈谈的。之后我没在学校附近看过林初月，想着他终于是死了心不再纠缠我，我也松了一口气，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间一晃而过，大学的第1个学期即将结束，寒假即将来临。阿展，你寒假真的不回家吗？王波边收拾行李边问一旁的我，我摇头，不回了，我想着在北京找个短期工，赚点明年的学费。说着抱着一堆资料起身，我要去找陈老师了，就不送你去车站了。王波点头，你去吧，那我们明年见。明年见。我笑着点头，就出了宿舍，到了陈老师的办公室，发现很久没见的苏恒也在，我笑着打招呼：“苏学姐，黎学弟，你怎么还在学校，不回家吗？”苏恒笑着问：“不回去。”苏恒顿时眼前一亮：“那要不要跟学姐一起去玩啊？我要去西安的名胜古迹考察一番，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愣了愣，心里有些异动，反正寒假我会待在北京，要是能和苏恒一起出去采风，肯定能增长不少的见识，也可以向学姐学习，为毕业后进入建筑院做好准备。可是我和苏恒毕竟才认识不久，就孤男寡女一起出去好像不太好，所以我有些犹豫不决。旁边的陈教授好像看出了我的顾忌，笑着开口：“阿展，你就跟着一起去了，这次去西安我也会一起的，正好你跟着我出去见识见识。”话一出，我安心了，连忙点头：“好，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和苏恒并肩走出办公室时，苏恒交代我一些事情，出发的时间定在了2天后，你要准备好厚点的衣服，西安那边挺冷的。好，我会的。我笑着点头，我有些饿了，一起去吃饭。苏恒看着我问，我没有推辞。我们去了学校的食堂，吃饭过程中，苏恒问我，你寒假不回家，你家里人不念叨？我家菜的手一顿，开口，我父母已经去世了，回去也没人，而且我已经打算定在北京了。没想到我的身世和他一样。苏恒也有些怔愣，随即他抱歉的开口，对不起，我不知道。没事，学姐不用放在心上。我淡笑摇头。苏恒突然想到之前在学校门口看到和我认识的那个女生，好奇的开口，那之前来学校找你的那个女同志是你的？话落，苏恒立马感觉到我的异样，意识到自己好像有些越线了，又连忙找补，那个你不想说也可以。下一秒
我淡漠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她是我的妻子，不过我们已经在办离婚了。苏恒一惊，他怎么都没想到我居然结婚了，而且现在还要离婚。他顿时脑子有些混乱，下意识的问题突然脱口而出：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我觉得既然已经说了这事，之后也没什么不能讲的。这段婚姻的背叛者不是他，他也没什么要不能提的。于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我将我和林初月的纠缠就说了出来。苏恒安静的听着，却是越听越愤怒。等我说完后，他已经气得火冒三丈。你做得很对，就应该离婚，竟然还藏起你录取通知书，不准你去上大学，就这样还敢看不起你，和别的男人关系亲密，真的是太过分了。还好你是双录取，不然你这辈子都只在待在家里帮他照顾家庭，还要被埋怨和看不起。听到苏恒为我打抱不平的话，我笑了笑，前世我不就是这样吗？放弃了北京要去上海和林初月一辈子在一起，却被告知没有考上上海的大学，至此硬生生的错过了所有。我任劳任怨的在家里照顾岳父岳母，操持家务，到最后等到的却是林初月临死前给别的男人的情书，留给自己的就只有一封离婚协议。幸好这辈子我挣脱出来了，以后都会一帆风顺的。我笑着开口，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以后我只会越来越好，学姐不用为我打抱不平。苏恒也是爽朗一笑，那是，你这么优秀，以后还愁找不到更好的对象吗？想到什么？我的眉头微皱，但那天我看得出来你那个前妻好像还不死心，有没有影响到你？我摇头，影响不到我，而且现在她应该已经离开了，毕竟她工作很忙，不可能一直在北京和我耗的。苏恒想到那天看到林初月的样子，身材姣好，容颜艳丽，应该也不是个普通人。你前妻是做什么的？看上去应该不是普通人。我淡淡回道，她是外交官，现在在上海外交部工作。苏恒又是一惊，竟然是外交官，那说明他是个很优秀的人，但人品却不怎么样。他瘪了瘪嘴，却也不再开口了。之后我们又针对去西安的事情说了两句。吃完饭后，我们分道扬镳。2天后，我收拾好东西，和苏恒还有陈教授一起坐上了去西安的火车。一路上，我们高兴地谈论着沿途的风景。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安，我感觉很兴奋，也对西安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到了西安，火车还没停下，苏恒就跟我说了很多有关西安的事情。我很是好奇地问，学姐，你是不是来过很多次西安？苏恒点头，我喜欢西安这个城市，也喜欢这里的建筑，每次来这里我的心情都会很好，也可以跟我更多的设计灵感。等你真的去看过西安，你就会明白我的感受了。我点头，听苏恒这样话，我对西安更加好奇了。火车停了之后，我们去了旅馆安顿下来。进了房间，陈教授对我们两人说，我有些累了，今天就不出去了，你们自己出去玩吧。我和苏恒没有勉强陈教授，只是点了点头。虽然陈教授没说，但我们都猜不出他来西安不只是采风，应该还有别的事情，只是他不说，我和苏恒也不会多问。我们放下行李后就一起出去了。走到西安的街道上，看着和北京完全不一样的街道和建筑风格，我眼里充满了探索欲。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纸笔，将西安一些特色的建筑画了下来。苏恒在一旁看着，也不说话。等我画完，苏恒才开口，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肯定很喜欢。说完就率先向前走去，我紧随其后，跟着他拐进了一个小巷子。小巷子两边都住着人家，充满了烟火气息，而且我还发现这里的人有不少都认识苏恒。阿恒又来西安采风了。阿恒，上次你给我家娃补习功课，我还没来及好好谢谢你呢，这次可一定要来家里吃饭啊。阿恒，跟在你身后的小伙子是谁啊？是不是你对象？苏恒都笑眯眯的一一对应。到了最后的问题，他愣了愣，回头看了一眼我，随即说道，阿妈，您说错了，他不是我的对象，是我的学弟。那个阿妈看了一眼我，又笑道，学弟好啊，长得也是一表人才，是可以做对象的，等结婚了记得告诉阿某。看着阿妈鬓边的白发，苏恒闻言无奈的笑笑，也没有再解释了。我刚开始有些无所适从，但也感觉得出来这里的人们都没有坏心，也很好客热情，也渐渐的露出笑容，不再管他们撮合我和苏恒了。我跟在苏恒的身后穿过那条巷子，上了拐弯处的楼梯，一口气上了3楼。苏恒停住了脚步，站在围墙处，手指着外面，看，这么漂亮吧？我也上前站在他的旁边，从围墙处往外看去，竟然可以看到西安大概全貌，各式各样的西安建筑都引入眼帘，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顿时心旷神怡，这让我很是兴奋。我高兴的点头，这里是个好地方，我要把这风景都画下来。说着拿出自己的本子和纸，全神贯注的涂画画，时不时的还抬头看了看外面。苏恒笑了笑，也不打扰我，他自顾自的找了个地方，也拿出了自己的画笔和本子，低头在本子上画着什么。时间1分1秒的过去，等我收笔时，天色已经暗沉了，一股寒风吹拂过来，让我忍不住裹紧了外套。我收拾好东西，转头就看到一旁的苏恒还在低头聚精会神的画着图。我轻轻走过去，刚靠近，苏恒都抬起头看向我，画完了。学姐呢？我轻轻问。苏恒看了看手中的画，站起身将纸递给我，送给你了。我一愣，伸手将纸张接了过来，低眸一看，我的眼里闪过一丝讶异。我以为苏恒跟我一样画的是建筑，却不想是我的个人肖像，以整个天台和围墙外面的西安做背景，突出我低头认真画图的半脸侧脸，整个画面充满祥和的感觉。一瞬间，我感觉心口被轻微的撞击了一下，有些妈妈酥酥的感觉。我抬头看向苏恒，嗫嚅，学姐，甚至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苏恒看着我这个样子，眼里有什么一闪而过，他笑着开口，怎么嫌弃我画的不好？不是，学姐画的很好，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画画，谢谢你。不客气，记得要好好保存，也不许丢了。说着就起身往楼梯口走去，我立马表忠心，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一辈子都不会丢。听了这话，背对着我的苏恒嘴角勾起一抹大大的笑容，低喃道，呆子。第2天，我和苏恒才知道陈教授来西安的真正目的。老师，您来西安是想要说服当地政府，让您承包修复西安名胜古迹的重任。我有些震惊，我没想到陈教授会有这样的想法。一旁的苏恒也皱了皱眉，可是这么大的工程，西安政府会交给您吗？陈教授也说不准，苦笑道，
我是看了新闻，西安政府要促进西安的发展，想要拆掉一些老旧的建筑，建新式楼房。可那些老式的建筑是我们老一辈的文化传承，我不忍心就这样拆了，想着看能不能共存。苏恒沉吟片刻，开口：确实，那老城区如果都拆了很可惜。老师，我们陪你去政府走一趟吧。想了想又说，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不会如我们的意。老师也不能太执着了。陈教授叹息道：我知道，我也只是尽人事听天命了，不说都留下来，但还是希望能保留一些直接继承的东西。说定后，我们就去了西安政府，找到了城区建设的负责人，说明了来意。陈教授甚至还将我和苏恒之前画的设计图纸都拿出来给负责人看，说明我们是真心想为西安留住一些东西的。负责人看了我们的图纸，也听了我们的来意，想了想，开口：陈教授，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但这事不是我一人能主动的，你们的意思我会跟其他负责人说，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留个电话，要是有消息，我电话联系你们。见负责人对我们的建筑设计图纸兴趣缺缺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这是估计是黄了。陈教授也没有办法，最终也只是点头。好，有消息一定要通知我们。可之后几天，陈教授都没有能收到任何电话和消息，整个人都愁眉苦脸的。我安慰他：老师，您也不用想太多，毕竟城市建设确实要考虑的比较多，您放宽心。陈教授紧皱的眉头一直没有松，也没有出声。这时，苏恒一脸笑容的从外面走进来。老师，成了。话未落，陈教授眼睛发亮的看向苏恒：你说什么成了？我也不可思议的看向苏恒。我去那个老城区逛了一圈，大概猜得到他们的设计方案，所以我又去找了那负责人一趟。这次他松口了，不过他也只是让我们尽快的出一张设计图纸，他负责交上去，但会不会用就不知道了。好，真的太好了，只要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设计图，就成功了一大半。阿恒，好样的！我看着眼前自信明媚的苏恒，突然感觉心口被什么东西折了一下，心跳也有些加速。我真的很佩服苏恒，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跟他学习。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准备起来。我已经有了大概思路，我跟你们讲一下。陈教授说完，就走向了不远处的书桌。我敛住心神，和苏恒过去围在了书桌旁，听着陈教授的说话声，我心里有些激动。这次应该是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参加一个大工程的建筑设计，对我来说是个很高的起点。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但这次机会不能错过。1个小时后，我和苏恒出门去找资料，顺便再认真的去考察一下西安的老城区。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忙得脚不沾地，每天都回去很晚，然后还帮着陈教授一起晚上设计图纸。半夜，我揉了揉酸疼的脖颈，抬头就看到陈教授和苏恒还在低头画着图纸，偶尔还时不时的讨论着什么。我想给他们添杯热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竟然是陈教授昏迷不醒的倒在了地上。我和苏恒都吓了一跳，连忙奔过去。陈老师，我们着急忙慌的将陈教授送去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没什么大碍，只是太过疲累才会晕倒，以后还是不能熬夜，正常休息。话落，我和苏恒才松了一口气。我见苏恒也是满脸憔悴的样子，心里划过一丝心疼。我如今还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能帮助他和老师的很少，所以苏恒也是一直熬夜坚持着。我轻轻开口：学姐，你回去休息吧，老师这边我来守，你明天再来。苏恒却不肯，里面有空的床位，我就在这里休息吧，省得来回折腾，这样来来去去的也比较麻烦。说完就揉了揉眉心，躺在旁边的床铺上。他也确实很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熟了。我看着他的睡颜，轻轻上前弯腰给他盖上被子。我们的脸挨得很近，我甚至能看到苏恒脸上的绒毛。这是我第一次和苏恒靠得这么近。我一直知道苏恒长得很漂亮，没什么可挑剔的，如今近距离看他，才发现他五官精致，睫毛很长，睡着的样子好像一个睡美人，一点都不像平常雷厉风行的样子。不知不觉我都看吃了，连苏恒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都不知道。阿展觉得我好看吗？好看，我傻傻的回答，还点了点头。等听到一道愉悦的笑声，我才反应过来，对上苏恒含笑的双眸，我瞬间惊住，然后猛地后退几步，脸上瞬间泛红，一路红到脖子根，更是低下头，连看都不看苏恒一样，这样子一点都不像是结过婚有过妻子的人。苏恒看我这个样子，心里揉成了水，他很清楚自己对李展的感觉，如今看到李展对他似乎也有意，那他就不想放弃了这次机会。于是苏恒直截了断的开口：阿展，你喜欢我吗？我原本还在为痴痴看着苏恒被他发现而懊恼，突然听到苏恒这样问，我心里一惊，猛地抬头看向他，对上他泛着一丝柔情的眼眸，我心脏砰砰直跳。和苏恒相处的这些日子以来，我知道自己已经被他深深吸引，可是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现在还属于结婚的人。林初月一直没有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我神情有些黯淡，张口：学姐这么优秀，任何人见到你都会喜欢的。可是我……苏恒下了床，站到了我的面前，他的身高只到我的鼻子处，微微抬头看向我的眼睛。阿展，我现在问的是你，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忌，但抛开一切来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我看着眼前虽然有些憔悴，但眼睛依然闪闪发亮的苏恒，我的心口泛起阵阵涟漪。对于苏恒的表白，我根本就不能做到无动于衷。最终我妥协了，郑重的点了点头。苏学姐，我也喜欢你，是想把你娶回家的那种，是喜欢。我和苏恒两人四目相对，周围的所有声音一瞬间仿佛全部静止。苏恒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他又往前进了一步，整个人都站进了我的怀里，他的眸子熠熠生辉。突然他踮起脚尖，微微冰冷唇轻轻地印在我的脸颊上，他的声音也温柔地飘进了我的耳里。那阿展，我们开始处对象吧。我的心猛地一跳，脱口而出就想答应他，可是我的理智提醒我，现在还不能和他走在一起。我微微往后退了一步，学姐，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你知道的，我现在还是已婚的身份。苏恒的心有些发沉，但他知道这是不能责怪他，于是他体贴地表示理解。我知道，没关系，等我们回去之后，我和你一起去找到妻子，跟他说清楚这件事，我会和你一起面对的，好不好？我点头，好，谢谢学姐，不过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学姐了？这时刻提醒我比你大。苏恒蹙眉，有些抗议地说道。我勾了勾唇角，柔声说道，好，以后我就叫你阿恒，其实我不介意的，我喜欢的是你，无关你的年龄。苏恒的脸微微红了红，果然是结过婚的人，情话张口就来。我听了他的话，突然有些忐忑，阿恒，你会不会介意我结过婚？以前也爱……还没说完就被苏恒用手堵住嘴唇。你说什么呢？我不介意，而且以前的事也不是你的错，按这么说，我还应该感谢你的
前妻，如果不是他的不珍惜，我还遇不到你，不是吗？闻言，我微微松了一口气，我伸手将捂在嘴唇上的苏恒的手拿下来，却也放下，而是紧紧地握在手中。我们相视一笑，房间里充满了柔情蜜意。第二天，陈教授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他立马问我们：我怎么在医院里？设计图纸还没有画完，你们赶紧帮我办出院手续。不等我开口，一旁的苏恒率先出声：老师，昨天您都累晕倒了，吓死我和阿展了。医生说您不能再操劳了，剩下的事交给我和阿展吧，您就不要再操心了。陈教授摆了摆手，我现在已经没事了，还是要赶紧把设计图稿完成才是大事。下一秒，却听到我们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老师您的身体。话落，我和苏恒对视一眼，都要到彼此眼中的柔情，心里都充满着甜蜜。陈教授见我们不肯妥协，也不强求了，那好吧，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了，要抓紧时间把图稿画完。苏恒点头，放心吧，那图纸在您的带领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最后只剩下一些结束的部分了。之后2天，我和苏恒一边照顾陈教授，一边孜孜不倦地画图纸。画下最后一笔时，我放下手中的笔，想要和苏恒说话，突然发现他趴在一旁的桌子上，竟然睡着了。我满眼疼惜地上前摸了摸他有些疲惫的脸庞，刚想拿过一旁的毯子盖在他身上，我的手就被苏恒按住了，耳边想起他沙哑的声音：我睡着了吗？说着就想起来，却被我按住。那图纸我已经画完了，你再睡会，我拿去医院给陈老师看看。闻言，苏恒眼前一亮，立马摇摇头：没事，我不睡了，跟你一起去医院。我拗不过他，只能点头。我们手牵着手，拿着那份新鲜出炉的建筑设计图纸去了医院。医院病房里，陈教授拿着设计图纸看着很认真，也半晌没有说话。我有些忐忑，生怕哪里有问题，而苏恒却很放松，趁着没人注意，伸手去握住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我收回看向陈教授的视线，转而看向苏恒，我也回握住苏恒的手，轻轻问道：怎么了？苏恒摇摇头，表示没事。这时，耳边突然响起陈教授的欣喜的声音：可以，太好了，这份设计图纸堪称完美，我看西安政府不会拒绝这样的设计风格的。听到声音，我连忙看向陈教授。陈教授说完之后，也看到了我和苏恒紧握的双手，他惊讶出声：你们俩这是？我有些脸红，但也没有抽回手。旁边的苏恒笑着开口：我和阿展处对象了。陈老师，你不会怪我拐带了你最优秀的学生吧？陈教授愣了愣，随即大笑出声：怎么可能？我一直都忧心你的终身大事，如今看到你和阿展坐到一起，我很欣慰。我也腼腆地笑了笑，谢谢老师。陈教授点头，又说回了正题：我已经在医院躺了好几天了，已经没事了，现在正好可以办出院，然后我们再去西安政府一趟。我和苏恒没有反应，一个帮陈教授收拾东西，一个去办出院手续。1个小时后，西安政府，陈教授将设计图稿放在城市建设负责人的面前，这是我们这些天画的有关西安老城区的规划草图，绝对是既符合城市建设的理念，又能保留一些原有的西安建筑特色，希望你能着重考虑一下。负责人看了图纸，眼前一亮，他笑着说：你们这个规划确实是目前最理想的一个，可是城市建设除了考虑传承和美化，也要考虑成本的，不过我会把你们这个递交上去的，但结果我不敢保证。陈教授心里一沉，听负责人提到成本，他确实没有考虑到这方面，那这份方案或许会被打下来，他不想就这么放弃。据理力争地看着负责人，我知道这份方案可以成本比较高，可一旦建成，后面10几年都将没有任何问题，你相信我。负责人对上陈教授自信满满的眼睛，叹息一声：我相信你。其实我也是学建筑出身的，自然也是懂一些的，所以我会努力说服他们的，但你们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陈教授不说话了，但还是希望这份方案可以通过。等了几天后，快到年关，我们准备回北京了。负责人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陈教授有些心灰意冷，我和苏恒对视一眼，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就在我们打包离开旅馆准备去火车站时，陈教授口袋里的大哥大响起，他愣了一瞬，随即快速地将手机拿出来，接通后就听到那头传来负责人的声音：陈教授，你们的设计图纸得到了上层领导的认可，那些领导现在想见您一面，您看方便吗？方便，当然方便，我现在就过去。陈教授立马答应，已经忘记了要回北京这件事情。苏恒和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火车票退掉，然后陪着他去了西安政府。之后在西安又耽误了2天，最终确认了最终设计图纸，只能来年开春付诸行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陈教授很是高兴，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下来过。我也感觉很兴奋，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参与的设计图纸，真的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的建筑，我觉得很是自豪，更加确认了以后要扎根在建筑这一块的决心。回到北京后，我们把陈教授送回家。苏恒看向我：现在学校已经关门了，你没地方住了，要不跟我回家？我有些迟疑，可以吗？毕竟我现在身份有些尴尬，要是被有心之人看到，我不想连累你。苏恒笑着去拉我的手：你什么身份？你现在就只是我男朋友这一个身份，你不用想太多，我们一起过年，等开春去找你前妻说清楚。我最终点头，好。原本我以为要到开春后才能看到林初月，却不想再次见到她是在这样的场景。我和苏恒牵着手去商贸城购买年货，却在门口正好撞见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我们面面相觑，都有些反应不过来。林初月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眼前男女紧握的双手，眼里一片通红，她不敢置信地抬眸看向我：你们李展，我们还没离婚。我抿了抿唇，却是问道：你怎么会在北京？我一直以为林初月会在上海陪林心野，要不然就是回家和父母团聚，怎么都没想到她会出现在北京。闻言，林初月心口猛地一疼，她怎么回到这里？还不是因为她在这里吗？之前她没有跟李展解释清楚，就急匆匆地回了上海处理工作。林心野也不死心，一直缠着她，让她很是厌烦，甚至是狗急跳墙想要毁坏她的名声。最终林初月反击，让外交部将林心野开除了，之后就再也见到她的踪影。而她在上海名声多少有些受损，领导找她谈话：你现在是不能再待在上海外交部了，不过你确实很优秀，我可以把你调回老家。你看，那时的林初月知道李展寒假没有回去，她也不想回去，然后毅然地对领导说：我不回家，能不能让我去北京？我可以接受降职的。最终几番商议下，林初月来到北京外交部，却是降了1级，已经不是部长了。到了北京后，林初月就去了学校找李展，她想告诉他，她调职来北京了，也彻底和林星野老死不相往来，以后他们之间没有了任何障碍，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却不想刚到学
学校，就被告知李展虽然没有回老家，但也没有待在北京，说是跟着老师去了西安采风。林初月很是失落，但也安心的在北京安顿了下来。接近年关，想着李展过年之前肯定会回来的，到时两人可以一起过年。于是他出来去买年货，也买一些李展喜欢吃的东西，却不想在商贸城看到了李展和别的女人手牵手，有说有笑的样子。一瞬间，林初月如坠冰窟，她脸色惨白的看着我，声音沙哑：“阿展，我已经调职到了北京，林星野他也不会成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阻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两个以后好好过，行吗？”我有些愣神，和林初月认识这么久，她永远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什么时候这么卑微过？我看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在我决定来北京开始，我就和过去的一切告别了，包括对林初月的感情。所以如今她再卑微，做的再多，对我而言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开口，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初月，你何必这样？该说清楚我都说清楚了，我们之间回不去了，你没必要为我做这些。”林初月憋了很久的眼泪掉了下来，她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以前是我做错了，我向你道歉，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话落，一旁一直沉默的苏恒突然开口：“林同志，不是所有做了错事，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可以挽回的。现在阿展和我在一起，你还是死了这条心，放手吧。”林初月对上苏恒的眼眸，两人强势的女人正面交锋，气势丝毫不让。这是我和阿展之间的事情，和你无关。况且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现在我可还是李展的妻子。虽然林初月的话很难听，但苏恒没放在心上。他正准备反击，却被我拉到身后，挡在他身前。我冷漠地看着林初月：“你一直都看不起我，从来没有把我当丈夫看待。现在我愿意放过你了，为什么还要来纠缠不清？”林初月看着我将苏恒护在身后，生怕他受一点委屈的样子。他心口一滞，突然想起以前他也是这样在李展的面前一次次维护林星野的。这一刻，他才清楚地明白当初的李展心里该有多难受，所以他才会那样决绝离开他，从此不再和他有任何的牵扯。他是彻底没有机会了。林初月看着我，神情颓然地问：“你真的要跟我离婚？一点机会都不给吗？”我点头：“放手吧，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我们就彼此放过吧。”看到我对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眷恋，林初月的心就像破了一个大洞。他扯了扯嘴角，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好，我答应你和你离婚，但你要先答应我一件事。”我没想到他会突然放弃对自己的纠缠，愣了一下，随即开口：“什么事情？”林初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苏恒，我眉头一皱，更是紧紧地盯着他。他看出李展对自己的戒备和对他身后女人的维护，林初月心里又是一痛。“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不会对他怎么样，只是原本我买了很多年货，想着是要和你一起过年的，所以今年我们还是一起过吧。之后等民政局上班了，我们就去离婚。”我迟疑的半晌，没有说话，却看向身后的苏恒，有些为难。苏恒也是有些愣神，想了想，有些迟疑的开口：“要不我们一起过？”话一落，林初月有些震惊的看着他，他明知道自己的意思是想和李展单独相处，他却还是说了这话。但一旁的我却低低笑出声，看向女人的眼里满是宠溺的光。林初月有些愣神的看着李展脸上的笑容，他好像已经很久都没看到他这样开心的笑过了。曾几何时，这样的笑容只是针对自己的，如今却属于了别的女人。苏恒说完，看着林初月皱眉的表情，也知道自己说了一句废话，于是他瘪嘴：“算了，当我没说。”可我知道苏恒的母亲刚过世，他也是自己一个人过年，我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于是对林初月说：“我会在除夕夜那天和你一起吃个饭，也算是对我们过去的一切画上句号吧。”除夕夜那天，林初月早早的准备了一大桌年夜饭，上面都是李展喜欢吃的东西，以往都是李展给他做吃的，现在想想，这好像还是第一次自己给李展下厨，自己以前对李展是有多不好，所以他才会离开自己。林初月苦笑一声。过了没多久，李展到了，看着桌子上有些黑乎乎的菜食，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安静的坐下来。林初月抿了抿嘴唇，开口：“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你尝尝看。”我点头，沉默的夹着菜放在嘴里，嚼了几口咽了下去。林初月问：“怎么样？”我回答：“还不错。”之后都是林初月问什么，我回什么。好不容易吃完了这顿饭，林初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李展，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我藏了你的录取通知书不让你上海的事？”我想起前世的种种，也想到今生自己的及时醒悟。我看着林初月没有否认，只是说了一句：“饭我已经吃完了，希望你能说话算话。”说完就起身往外走去。林初月愣愣看着李展头也不回的背影，等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时，他猛地起身追了出去，刚想叫他，却听到他有些惊喜的声音：“阿恒，你怎么会在这里？”苏恒的声音也飘进他的耳朵：“我来接你啊，怎么样？还有没有肚子吃我做的年夜饭？”当然，林初月站在原地，看着不远处的男女有说有笑的相携远去，他终是彻底的失去了李展，终其一生都找不回来了。